10年后，乐高再次发布了一款尺寸接近60厘米、零件数1949片、编号为75355的星战 UCS 级 XE 战机，并将在今年5月4日，也就是元历日正式发售。今天我们提前给大家全面的看一下这款套装，同时对比一下10年前的10240。这两款尺寸接近，乍一看还有点像的星战最帅载具，到底有哪些区别？那先看下包装。彩盒的设计比较简单，18+套装一贯的黑色底色设计，左下角标注了年龄定位、套装编号、零件数等信息。彩盒的背面除了另一个视角的成品图以外，还通过图示展示了成品的展摆尺寸以及一些功能细节。打开包装，里面一共包括18个零件分包，10个大步骤。拼搭手册装在一个白色信封袋里面，厚度接近1厘米。开篇的11页篇幅内容涵盖了 XE 战机原型介绍、星战电影故事、设计师讲述、成品功能玩法等多方面的信息。那一共是包括562部，平均每部3.5个零件。另外，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。在开始拼搭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新零件和人载。伴随这款套装同时出现的有3枚新零件，其中一枚编号为3535，一款3×3尺寸的1/4圆筒形壁面零件，在这款套装中使用了16枚，用于对发动机进气口外圈的搭建。另外2枚编号为3544和3545，一对3×8楔形板零件，在这款套装中各使用了6枚，用于机翼后缘的角度搭建。那人载则是包含一个全新的卢克天行者，也是独占人载，另外还有一个采用印刷件拼出来的 R2-D2 机器人。下面我们开始拼搭，首先看一下它的机翼联动原理。这里看一下机翼部分的联动结构。首先，设计师是使用了几枚2×2圆柱零件搭建出了中心转轴部分，而机翼的骨架则是使用了带削孔的砖块零件搭建，呈 X 型绕转轴旋转。进一步的，设计师使用了2根皮筋，让机翼呈现可以自动回位的效果。同时，一个可以伴随顶部旋钮旋转的拨杆结构，在旋转的过程中，通过对这2枚6628球头零件的持续抵持，实现驱动机翼骨架张开的联动效果。而如果继续旋转，则结束抵持状态，进而机翼骨架自动回位，如此循环。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，实现了非常巧妙的联动效果。这里可以看到机体后部两侧的外观模块，在这里是采用铰链底座和铰链顶板零件进行连接，因此创建出6边形的截面造型。而机体中部下方的一个斜面，设计师在这里同样也是使用铰链结构实现。最后完成几个大模块的合体，那这款 XE 战机就完成啦。一共用了大概6个小时。在拼搭体验方面，因为整体设计以及内部零件分色都做得非常好，所以拼搭过程是非常舒适的。唯一就是因为4个机翼的设计基本完全一样，所以拼到后面的时候可以通过挑战一下无图纸拼搭来缓解一下枯燥。下面我们把乐高发布于2013年，也就是10年前的这款10240，早已绝版的这款同款 XE 来做一下全面的对比。从基本面来看，两款的零件数分别是1559片和1949片，机体长度分别是53厘米和57厘米，成品重量分别是1.47公斤和1.73公斤。上市时的官价分别是199.99美金和239.99美金。所以模糊来看，这款75355在各方面相比10年前的版本都是放大了大概20%的样子。不过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，全新的75355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。在最终成品的整体线条比例方面，那这里我们也拿原型图来对比一下。首先可以看到，两款乐高 XE 都是对原型的机身主体逐渐向前收窄的流线线条做到了还原。不过75355要更宽一些，尤其是机头部分，10240的宽度只有5个乐高单位，而75355则是达到了8个单位。那圆形的6边形截面，75355做到了比较好的还原，而老款的10240并没有还原这个截面轮廓。再看4个发动机部分，虽然75355有新零件的加入，不过发动机前部的这个圆柱形模块，相对于原型感觉还是有点偏大，而10240又感觉要偏小一点。机翼部分，两款 XE 都做到了不错的还原。不过由于新零件的加入，75355在机翼后缘的角度搭建上更加准确。那再看细节部分，这两款 XE 在3个地方存在相对比较显著的差异。首先是机头位置，75355做到了对圆形上方中部的下沉面的还原，而10240则更偏向于纯抽象化的处理。不过侧面弧度10240会更接近于圆形。然后是机身后部，这里的细节元素相对比较多。那两款 XE 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搭建。
不过相对比较显著的区别在于，10240的整个这块区域并没有高于机体上部平面，那也是因为做了一定的下沉处理。同时 R2 机器人的头部则是高于整个平面，和原型保持了一致。那75355一方面没有对后方的这些细节做整体下沉处理，另外 R2 机器人的头部也是低于整个平面。最后是发动机部分，在进气口位置，75355的处理要更准确一些，包括后方的4个喷射口。从原型图来看，它和前面的进气口并非是一条直线，75355对这个细节进行了准确的搭建，而10240则是成一条直线，同样也是偏抽象化的处理方式。那至于其他方面的细节，大家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些镜头对比和感受一下。功能方面，两款 XE 都做了两侧机翼的开合联动，不同之处在于10240的手动旋钮被设置在了机尾，而75355则是在机体的顶部。同时，它们的联动原理也完全不同。由于内部涡杆结构的加入，10240可以实现在机翼展开至任意角度下的角度保持，而75355只能实现在机翼完全打开状态下的角度保持。那至于座舱盖的开合以及可以取下来的 R2 机器人，两款 XE 都是一致的。此外，它们也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从支架上面取下来。不过10240的支架可以把战机陈列角度调整成平飞的状态，而新款75355则是固定角度的设计。当然，它们的支架也是通用的，所以把75355放到老款支架上，可以看到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综合来看，这款75355相比10年前的10240，在整个机幕的设计思路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10年前的 XE 相对更侧重于整个机体线条比例的准确性，而在外观细节方面则相对更偏向于抽象化的处理方式。为了实现这种整体上的准确性，甚至牺牲了对发动机进气模块和喷口模块不同轴的还原，以及对机体六边形截面的还原。而10年后的75355则更强调对各个外观细节部分的还原。为了实现机头的下沉面细节、机体的六边形截面、进气口的外观细节以及进气模块和喷口模块不同轴的设计，在整体线条比例方面则是做出了一定的牺牲，甚至为了进气口模块和机翼后缘角度的准确性，还开了全新的零件。那么对于这两款相隔10年的套装，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咱们评论区见。